接下來美中科技戰，我們要關心美國去中化要破功嗎？因為現在面臨的問題是蘋果大缺晶片，所以這個時候急抱中國大陸的大腿。這時候呢，庫克是低頭找了長興存儲中國大陸的公司，但是呢，庫克面臨的問題是華府禁令是不准去買中國大陸的晶片的。現在蘋果到底要怎麼辦呢？是不是會自傷美國自己的企業，甚至這些成本會直接轉嫁給消費者呢？今天會做深度的剖析。歡迎觀眾朋友留言來跟我們一起做分享。有關於中美的科技戰，在晶片上面的短缺，美國真的可以成功去中化嗎？如果您認為是不行，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美國是可以的，留言寫2。來，我們一起做互動。好，全球的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蘋果，現在被小小的一個記憶體給卡住了。今天的關鍵點就是庫克自己出來坦言哦，他說現在蘋果公司非常的緊張，面臨的是嚴重的供應鏈問題，也就是找不到这個記憶體哦。那麼現在怎麼樣找記憶體的方案？現在他很頭痛，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呢，我們都知道 AI 的資料中心現在實在是非常的熱門，大家都很需要高階的記憶體的晶片，所以這個晶片製出來之後都是供給給 AI 資料中心了，導致這些消費性的產業，像是蘋果作為這種消費性電子的龍頭公司，它是拿不到這些晶片的。那拿不到這些晶片，當然就會導致這些晶片的價格越來越高，然後呢，記憶體短缺的問題也就變得越來越嚴重了。會不會影響到蘋果公司的業績？現在看起來是會的，因為呢，最新蘋果出的預計下一季的營收成長9%到11%，看起來還好，但是這個數字其實已經低於市場的預期了。那麼 iPhone 的營收成長也是同樣的，雙都低於分析師的預期的。那所以蘋果現在怎麼辦呢？庫克想到了一個方法，他決定去找中國大陸來幫忙。那找到的就是他希望測試中國長興存儲的 DRAM 是不是可以跟中國來買呢？那現在也來看到了，這個美國其實是不讓他買的。那接下來怎麼辦呢？我們先來看對於中國半導體有什麼樣子的一個正面的影響。如果蘋果真的去使用長興存儲的 DRAM 的話，代表說呢，這個過去全球記憶體的市場不是都是由三星、SK 海力士、美光所主導嗎？等於中國打破了這樣子一個長期壟斷的問題，並且呢，由蘋果認證，等於全球的供應鏈就進入有品質的一個門票。那記憶體市場的格局可能就會改變，當然了，會衝擊到美國自己的企業，美光公司之外，還有韓國我剛剛念的這些記憶體大廠也都會受到影響。但是中國的半導體就會從所謂的追趕者變成了參與者。好，所以我們也先來看一下，目前長興存儲在全球DRAM的市占率是11%。當然了，它現在在快速的增加它的產能，包括了在合肥、上海、北京都開出了全新的產線，2028占比可以從11%一口氣拉升到全球市占15%。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苑老師怎麼看了。所以說，美韓的記憶體是無法滿足蘋果的需求，它迫使蘋果尋找長興存儲的合作，也代表美國多年來推動去中化完全失效了嗎？那如果蘋果一旦跟中國買，就等於打破了美韓長期在晶片半導體的壟斷地位了嗎？苑老師怎麼看？我覺得這個消息非常重要啊，大家絕對不可以輕忽，因為它代表3重的意義啊。首先的話呢，第一個的話呢，這個是嚴重的違背了我們哲學講的，就是美國是一個自由市場來做生意的。那個市場如果不自由的話呢，就不可能賺錢啊。那麼像這個 iPhone， 它是個上市公司，它有它的財報的預估。這個財報的預估的話，做夢也沒想到 AI 的話呢，因為大家要跟 AI 來競爭這個記憶體的話，出現一個大問題。AI 目前為止的話呢，彼此競爭進入了戰國時代，根本不考慮成本的。所以說的話呢，這個就是雖然說三星啊、海力士啊、跟美光啊，他們確實是這個產能已經吊打最高，但是基本上是供不應求。所以說的話呢，這個庫克他不是不了解美國對於這個長興存儲是有制裁的啊。然後第二點的話呢，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因為 iPhone 它用的東西是非常非常挑剔的，對，極其挑剔。那現在到了長興存儲的話呢，它就已經經過了最嚴格的檢查後，發覺長興存儲的話呢，這個能力上來講，因為大家要了解這是個趨勢。那我是覺得說，三星啊、海力士啊跟那個美光的話呢，他們能夠達到這個 iPhone 的要求，但是突然庫克不顧一切要進口這個長興存儲，所以我看到這消息就覺得說他們的質量一定比較好，一定吧，否則他不願意找這個麻煩。然後第3件事情的話呢，我覺得最重要的
的，所以大家不要開玩笑。因為到目前為止，這個 AI 能夠不顧成本多到什麼時候，我們不講。但是這個庫克他們本身的 iPhone 每一次的話呢，要面對投資大眾啊，你這個大家不要以為說只有1%沒有達到預期啊，你這個股票上下對於他們整個公司的營運，就是有這個手機行業現在大陸已經追得很緊了。像我自己用的這台手機是歐字開頭的，感覺上就不比 iPhone 差到哪裡啊。這追得非常激烈，所以說在這種激烈的市場當中的話，那這個庫克當中會想盡辦法來降低它的成本，增加它的效能，那這個長期存儲。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還不道德定論的，他會聯絡非常非常多的企業家，要一起反對美國的一個制裁方案。為什麼呢？因為美國只會制裁，從來沒有建立它的供應鏈。這是最大的問題。對，那如果你美國自己不建設供應鏈的話，那庫克到底要去哪裡拿到這些晶片呢？這是庫克眼前最頭痛的事情，並且呢，我們看到現在有2個單位是完全否定庫克對於買中國晶片的這個提議的。第一個就是美國的白宮，它是完全的否定；第二個就是第一個是美國的白宮沒有錯，它完全的否定；第二個還包括了美國企業美光也是這麼認為的。那我們來看到具體有誰反對，就是美國的部分的參議員，他們要求說，蘋果接下來你無論呢產品銷到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使用長興存儲和長江存儲的晶片，理由又來了，又是國安問題。那怎麼辦呢？如果蘋果買不到晶片，記憶體價格大漲的話，是不是最後買這些 iPhone 變得很貴？那成本這些消費的成本由誰來買單？是不是美國民眾呢？現在看起來可能會這樣。我們先來看到會造成的哪一些後果，包括了蘋果的成本會提高，第二個供應鏈的風險會暴增哦。消費性電子持續面臨這個晶片短缺的問題，最後就是 iPhone、Mac、iPad 所有的產品價格都是美國的人民買單，去中化真的做得到嗎？酈將軍怎麼看？這個存儲記憶體哈，這個有多重要？我們就以這個我們一般的手機，你裡面你到底儲存了多少東西哈？第一個，你每個 APP 就是一個程式嘛哈。你看，你裡面你現在 APP 越寫越精密，功能越來越強大，當然它所用的空間就會越來越多，這是第一個哈。那你可能要用的 APP 可能更多，大家可以檢視一下你的手機裡面有多少個 APP， 你就知道這個它都存儲在哪裡，存儲在存儲記憶體裡面。第二個，你儲存了多少資料？那不管你的相片，或者甚至於你的影片，有時候會存儲在手機裡面，你隨時要把它叫出來。但是記憶體不是只有一個倉庫這種概念那麼簡單，你倉庫這個門還要夠大，對不對？譬如說我今天我要用哪一個 Line， 或者我要弄哪個影片來講的話，那你如果那個門太小的話，我要搬好幾趟才可以把這個影片整個搬出來。但是我如果門夠大的話，我一次可以把影片搬出來，很快我就可以播放你的影片。所以這個記憶體好壞在這個地方，第一個你夠不夠大，存的東西夠不夠多哈？第二個就是你好不好搬你裡面所要的東西，門夠不夠大，是不是速度夠快？所以對手機來講的話，這種存儲記憶體是非常越來越重要。以前來講，我記得以前我們買個手機大概幾 K 而已啊，後來到幾 G 現在已經到幾 T 的那種存儲能量。所以說存儲記憶體不管是對手機來講是尤其重要，由於是現在的人生活上面根本就脫離不了手機。試問一下，你以前你不能把它當作一個消耗品，或者是一個娛樂，或者只是一個通訊用品。現在幾乎來講，包括你上街購物啦，或者是說你的金融消費啦，或者是你的通訊聯絡，或甚至於你可以當筆記，甚至於當照相機，所有人都離不開。所以美國來講，老百姓是不是也是更需要有手機？那如果你手機價位高的話，我跟你講，通膨一定會高。那現在手機裡面這個記憶體又是如此重要，那美國自己有沒有？有啊，它有產美光這個中國有廠有這個我們講的長江存儲這一類的記憶體。可是現在因為 AI 在發展 ，AI 需要更多的記憶體的記憶體的晶片所以很多 AI 它發揮所有的，把所有錢把所有記憶體都買去了。所以现在變成現在庫克這邊。蘋果這邊，它就買不到這種存儲記憶體，就變得很貴跟美光買也很貴，因為美國東西就比較貴了。這個時候，中國的長興存儲或者是長江存儲來講的話，它可以提供你這個物美價廉、價格又便宜的這種存儲記憶體。當然，庫克會腦筋動到這邊。那現在美國就面臨一個這兩難的決定第一個就是說，如果說其實我覺得他們講說國安理由
這個都不是理由啦，它主要就是這個生意上的競爭嘛哈。第一個，如果說啊，它這個只限制這個庫克只能用美光的記憶體的晶片，那是不是這個蘋果手機以後就會價格越來越高？對，因為裡面一個供應鏈貴的話，當然你整個會高，整個會高，當然就會推升美國這個民眾生活的負擔，因為大概美國民众生活現在都已經脫離不了手機了哈。那如果說你讓庫克去跟這個中國買中國的這種長興存儲的晶片來講的話，那當然價格可以壓低，可是對美光來講，他當然不願意啦。如果說你不跟我買，那我就沒有多的收入哦，沒有多的錢，没有多的錢，我當然就沒辦法去擴展我的產業、我的供應鏈、生產鏈，我就沒辦法去擴展。所以美國現在面臨兩難，到底是說民眾生活比較重要，要不要推升這些產品的價格，還是說是讓這個蘋果去跟中國買，然後價格壓低？可是如果說跟這個中國買的話，當然對美光會是一種傷害，所以美光他當然不同意啊，他當然不願意啊。那美國不願意的這種心態，他只能借着千種理由裡面唯一一個理由就是用國家安全來當做借口，來當做理由。可是我認為說是現在在商言商了哈。就蘋果來講的話，我當然價格可以壓低，我可以做全球的銷售。我如果價格成本太高的話，對我來講一定是不划算的。所以我覺得庫克來講，最後應該還是會跟中國這個長興存儲來購買相關的記憶體，因為在商言商嘛，是我想辦法將我供應鏈充分可以掌握到晶片。第二個來講，我成本可以壓低，對於這個蘋果來講是最重要一個決定。好，所以我們看到川普的政策一直各種的去中化，晶片也要去中化，產業也要去中化。那我們現在看起來，晶片是沒有辦法實現去中化的。剛剛將軍已經講得非常的深入了。那產業到底有沒有辦法去中化？他當時使用的就是這個祭出的關稅戰，但是關稅戰打到現在，大家做回顧根本就沒有成功，還是無法去中化。為什麼呢？我們就來舉例，比如說呢，當時為了去中化，美國要求這些產業企業退出中國去東南亞國家，但是現在發現了，我就算去了東南亞國家，這成本暴增一口氣比中國高出最高15%那這樣子的話，到底去到東南亞國家真的有比較好嗎？現在看起來是沒有的。最後這些企業還是迫於現實考量，留在中國大陸。那幹哥怎麼看？又還是沒有辦法去中的意思嗎？好，蘋果執行長庫克他現在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供應鏈反正這個供應鏈不解決的話，蘋果我們剛剛看了第4季預估啊，他已經講了，庫克講了9%到11%，還是他的獲利啊。華爾街本來預估是12%以上，好了，差3個百分點，差3個百分點要怎麼辦？我告訴你，對於這種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來講的話，差一點點就差很多了。庫克現在很傷腦筋，怎麼辦？我自己都不知道怎麼辦。他講了一句話：“100年不遇的大洪水，就是他的那個供應鏈 DRAM 的供應鏈跟不上來，跟不上來。他現在怎麼跟不上來？怎麼辦？跟不上來。他說：你知道我們蘋果多賺錢嗎？你看我們現在入門款的叫做 MacBook Neo 高階版的叫做 MacBook Pro 都賺錢，這一季飆到29%的盈餘啊。”很賺錢啊，可是我可以告訴你啊，我快做不出來了。為什麼？因為我知道我們現在的廠商根本做不出高階的 Apple Silicon 先進製程的晶片，那怎麼辦呢？庫克就說：“這樣啊，我跟川普拜託一下是不是？蘋果產品不是在美國用的，就是說它銷到中國大陸啊、新加坡啊，對不對？台灣什麼地方，我們可以用長興存儲的吧？”我們也可以用長江存儲的吧，然後參議院已經寫信告訴他說不行，不行就是不行，不行你叫我去跳海嗎？我現在要怎麼辦呢？他說，我跟你講這個我們如果用他們比較低階的晶片不但便宜，而且速度又快。我跟你講，這個都是現實問題。商人在商言商，他就是要東西趕快做出去，可以賣錢。我剛才已經講了，不管是那個 MacBook Pro 或者是那個 Neo 都很賺錢，可是接下來就準備要幹嘛？準備要掉下來了。所以他們现在就是等於是蘋果必須要找一條出路。但是美光就擋在前面了。美光比那些參議員還厲害，
美光說啊，以前這個記憶體晶片不好的時候，你怎麼沒這樣講啊？對不對？你現在就這樣講啦，對不對？什麼百年不遇我告訴你，你還是不可以用，你不可以用中國大陸做的。為什麼？因為直接打的就是我美光，我會被你打死啊！不可以因為你的美光還講了一句很狠的話啊，美光說：“我告訴你，你們蘋果錯就錯在什麼？花了2000多億去蓋那個 AI 的那個資料中心。”你拿那個2000多億去增加你的擴廠啊，然後本土投資，所謂的本土就是美國本土投資啦。你們蘋果為了利益都忘了你自己的本業，所以現在你叫做活該，你知道嗎？美光講的話非常酸呢，庫克是聽得很氣，但是庫克心裡很急。現在這我想雙重夾擊之下，美光說你絕對不可以，反正參議員都已經把我們美光的想法都講得很清楚了。你要打擊我們，我就是本土最大的記憶體製造商，記憶體DRAM晶片製造商。你如果要用中國的東西的話，長興、長江，那第一個倒霉的就是我，所以我絕對不會答應。我會再發動參議員跟眾議員，然後跟川普游說。我跟你講，接下來的問題最煩惱的是誰？是川普，因為兩邊都是肉，他現在到底要顧誰？可是他如果又看到國安，他頭就昏了，他就必須要去聽美光的話。可是這樣對這個對於這個蘋果這個第一大廠，它有很大的產業打擊，因為大家都要看財報，華爾街是手下不會留情的。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